我刚刚是不是打呼噜了呀？没有啊，我打。哦。太阳公公什么时候才出来呀？是啊，小猪都睡醒了，太阳公公还没醒。你说谁呢？把视频给我删了。凭什么删啊？这我的作品。把手机给我。不该。谁是猪？你才是猪呢！有本事你制服我！来，你给我。不该，就你这个小身板，还跟我闹。哎，看，出来了。还记得上一次看日出，是奶奶带我去看的。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日出。谢谢你，严谨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悲伤的人看日暮，有梦的人看日出。咱们俩也算一起做过梦了。没想到你这个臭流氓，还是个有情怀的暖男。我在利川待了3年，参与过几个大案子，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死在这儿，所以我呀，特别享受活着的日子。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有朝一日，可以跟自己最喜欢的姑娘走遍整个世界。严谨，你对我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帅啊？我说正经的，严肃点儿。这样，咱们俩玩一个正话反说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严谨，你真帅。纪晓，你可真聪明。严谨，你可真是个好人，我喜欢死你了。纪晓，我恨死你了，这辈子我都不要再见到你。严谨，你会骗我吗？当然会。我没有在跟你玩游戏。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再爱你。
我承认我彻底沦陷了，我渴望每天都能看到严谨，每时每刻都跟他在一起。可是从利川回来仅仅3天后，严谨就失联了。你的咖啡。哎呀，这有谋有故事的钻石王老五，还是搅乱了我们小欧的一池春水啊！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吧？你说这么大喜事儿，严姐也不说请我们去1/3搓一顿，这几天都没见他人影儿，不会是不敢见我们吧？他是去外地出差了。哟，这还没怎么着的就替他解释上了。去利川这2、3天腻歪的，回来见不着人，是不是抓心挠肝？小雨，你放着我来。拿水冲一下，快。不好意思啊。姐，你真的打算跟严谨好了？姐，他是个花心的男人，你千万别……严谨是个怎么样的人，姐心里清楚。好了，多注意点。哎呦，谢谢。跟手机置什么气呀？摔坏了可就真没有严谨消息了。完了，这回某人是真惹着我们家池清欧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还真把某人当盘菜呀？是不是盘菜你都吃下去了？什么滋味儿，你自己最清楚。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想的那么糟糕，没准人家严大老板是真的忙，这2天就没有时间回你消息。你要真想他，你就给他打电话呗。我要再给他打一个电话，我不姓季。那你姓严。逗你玩呢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女追男一点都不跌份儿，反而更容易把幸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可你以前，你可是不会花这些时间胡思乱想的。要我说，你就直接给他打，问清楚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这年头做什么事情都得干干脆脆的。喂，小王，你这2天死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我在外地呢。最近公司
出了点事儿，忙的妈都不认识了。哎，我真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。等我忙完这一阵儿，亲自到40楼店跟你谢罪。你干嘛举着嗓子说话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这跟客户在谈事儿呢，在洗手间给你打个电话。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头打给你。张宇他母亲的病情最近应该稳定些了吧？哦，我最近有点忙，没顾上去他家。听战宇说一切都好。你还得叮嘱他们啊，让他们定期来医院检查。嗯。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没有啊，挺好的。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小严，你们还联系吧？偶尔。你和爸，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，你和妈就放心吧。好。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路上小心啊。嗯。钱够花吧？季主任，你就这么怀疑你女儿赚钱能力啊？拜拜。拜拜。喂，方大小姐。严谨怎么说的？再迪拜都不够你腐败的，还操心我。回答问题。他说他忙着，不方便接我电话，回头再向我赔罪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欺负了？我呀，还是建议你去他家突击检查一下，什么都清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边好多东西在打折，我一会儿拍照片给你啊。先挂了啊。找严谨。严谨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季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朋友啊？对，我之前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的老板娘。哦，既然是朋友，进来坐会儿吧。不用了。那你们聊，我去看眼汤。好。
严谨没有打来电话解释，更没有出现在似水流年。就在我犹豫是否要删掉严谨的联系方式，忘掉这2个月的荒唐事儿时，我的生活里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更加荒唐的事情。姐，你这几天状态有点不太对劲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姐好着呢。有钉子！什么有钉子？老板呢？我就是老板。这个怎么解释？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？吃到一半吃出这么尖的东西，还让不让人活呀？先生，您确定这钉子是我们蛋糕里的吗？我来你这吃蛋糕，还亲自放一根钉子进去，诬陷你的，我有毛病我？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，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。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，你还有理了？信不信我曝光你们啊？二位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给二位道歉。这单给你们免单。免单就完了？我要求精神赔偿。我们要赔偿！吃出钉子，你们看啊，吃出钉子来了！我别脸脸不要脸！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，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你们俩栽赃陷害、胡搅蛮缠。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，爱干嘛干嘛去！走就走，走！你们这家黑店吃出钉子来，我要曝光你们！要曝光也曝光你们！小心啊，你们啊，小心吃出钉子来啊！走！抱歉大家，请坐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，请坐。姐，别太着急，做生意总有起起伏伏，不忙的时候刚好歇一歇。可是这2天店里太冷清了，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。小欧，你快看看，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，我看这些人都是刚注册的新用户，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。我把截图发你了啊。姐，会不会是上次那2个顾客搞的鬼啊？是金小欧女士吧？谁呀？你穿的睡衣真好看。你谁呀？死变态啊！没事儿，一定是有人看咱们店里生意好，眼红报复。那天小欧姐还被锁到了店里面，我去找人拆了锁才开的门。其实我这几天晚上都有接到骚扰电话，对方问我是不是纪晓欧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再打过去，对方就关机了。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是，最近店里怪事儿一件接一件，肯定是蓄意报复。你们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
没有啊。上次有2个客人硬说在我们蛋糕里面吃出了钉子，那一看就是他们自己放进去的。我们就说了他们2句，也不至于闹这么大的动静啊。我觉得咱们还是报警吧。现在没有任何证据，报警没有意义，除非我们能抓个现行。怎么抓？我们可以在店外比较隐秘的地方装一个摄像头，如果这帮人再来骚扰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录像交给警方，这样警方就可以立案侦查。好主意。姐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这2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。不用了，就你这小身板，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。那我也是男孩啊。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有战宇在，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照应啊。那行吧。小雨，你这手艺不比冯大哥差。多喝点，好好补补。你不会打算要在这儿睡吧？这个长椅好好布置一下，肯定很舒服。姐，你给我个枕头和毯子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你在这儿睡一晚上腰都会断。医院的长椅我都睡过通宵，这个更不是问题。医院长椅？我上高中那年，我妈晚上腿疼得厉害，就连夜送她到医院的急诊，然后就在长椅上睡了一晚。小雨，你这几天就睡这儿。姐，这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除非你嫌我呼噜声大。姐，你怎么可能会打呼噜？我不相信。你就用这个枕头吧。我用那个垫子就行。你平时拉琴本来肩颈就不好，睡觉要格外注意，听话。你先去洗漱吧，我先去收拾东西。姐，睡着了吗？没有。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前阵子你跟严谨去利川，都干嘛了？严谨是不是和你表白了，然后他又不认账了？小孩子不要问这些，快睡觉吧。姐，我不是小孩子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懂。我知道你前阵子是因为严谨伤心，他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没有。那他最近为什么没有来似水流年？你还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他。我不想看你这么难过。如果严谨骗了你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好了好了，一姐刀枪不入，怎么可能被一个男人上刀？我和严谨从头到尾就没什么，连朋友都不算。时间不早了，快睡吧。姐，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晚安。
那段时间，战宇寸步不离的陪伴让我心安了许多。但奇怪的是，我不但没有忘记跟严谨在一起的日子，反而记得更清楚了。每一帧画面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。我爱上他了，早已无可救药的爱上他了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变成了以前最讨厌的那种女人，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争气的抱有幻想，希望明天一睁眼，严谨就自动出现了。说，快说，是谁？说。说是谁？说！说！小雨，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？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？你要是给我钱，我就干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别打了，小雨，别追了，没事吧？没想到你这个小艺术家还挺能打的，那个人块头这么大。我小的时候个头小，经常被人欺负，所以学了几下用来防身。姐，刚才你要不拦着我，我绝对逼他把指使他的人说出来。其实，我大概猜到了是谁派他来的。谁？我去严谨家找过他一次，开门的是另外一个女人。严谨没有说他们是什么关系，但是那个女人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，还能是什么关系呢？也是从那之后，店里开始发生各种事情。姐，你看是不是这个女的？就是她。你哪来的照片？那天晚上，我老师去一个高级会所见一个国外的音乐家，偶然在厕所碰上了这一幕。怕你难过，就没有拿出来给你看。姐，我真的应该早点拿这张照片给你看的，这样你就不用惦记他了，也不会去他家找他，也不会碰上那个女人，40年也不会出这事儿。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太天真，对他期待太多。姐，你这么善良，和严谨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，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和他接触。我看那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们才是天生一对儿。忘了他吧，就当这个人渣没有出现过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姐，胃舒服点了吗？啊，没事了。行，我去给你泡一杯蜂蜜水。哎，小欧，
店里挺好的，你踏踏实实上楼休息吧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该下楼活动活动了。啊，那我忙去了。我可真是活久见啊！没想到纪晓鸥也有这么没出息的时候，竟然让劈腿伤成这个鬼样子。你别闹，我是那天喝大了，犯肠胃炎，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好的干嘛把自己灌完烂醉啊？还不是为情所伤？姐，水。谢谢。事情原委呢，战宇小朋友都已经跟我说了。我这2天动用关系查一下那个小美人，这个女人开了一家水产公司，还有几个夜总会。她跟严谨肯定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没准这俩人早就搞到一起去了。严谨从来就不是我男朋友，他跟谁在一起与我无关。这要是事实，我就懒得在这儿唠叨你了。你就真的甘心被他白白睡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亲错亲过了吧？我求你饶了我，方大小姐，我真的不想跟那个人再有半点瓜葛。这种渣男当然不必留恋，但你总得让他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吧？哦，当初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追你，现在他连句对不起都没有就闪人了。而且你明明知道咱们店里这些怪事儿都是那个小美人派人干的，你就不想找他问清楚？真当你纪晓鸥没爹没妈没朋友啊？好，走。走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俩去太不安全了，我开车送你们去。还是冯大哥给力。姐，你们还是别去了，那个女的背景肯定不简单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有冯大哥给我们当保镖，我们怕什么呀？那如果以后冯大哥不在，他们再派人找麻烦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算了吧，以后不跟严谨来往就是了。战宇，你平时不是挺向着你姐的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姐都让人欺负到头顶上了，咱们就这么认怂啊？今天必须找个说法。走，走，战宇，看店。就是这儿。声讨渣男市场硬仗，你能不能有点斗志？你淡定一点，我只是想就事论事。小欧，咱不欺负人，也不能让别人欺负了。今天必须要有说法。老冯可以啊，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，关键时刻也不掉链子，够爷们儿。走吧。走。走啊！我来。你说真够巧的，这个渣男，你看。姑娘，你们这是找谁啊？你们这找谁啊？老哥，哎，老哥，借个火，借个火，有火没有？我这没火。来。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始乱终弃的。哟，这不是季老板吗？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那些去我店里捣乱的人，是你派去的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还装呢？抢了别人男朋友不说，还恶意报复。我们可以告你恶意恐吓、毁坏他人财物，你知道吗？你朋友？怎么可能？纪晓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，少带人过来捣乱，听到没有？赶紧走。现在该我们走了。当初你天天赖在似水流年不走的时候，求我帮你一块追纪晓鸥的时候，今天你当着纪晓鸥的面把话说清楚。方大小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！我什么时候喜欢过纪晓鸥啊？我只是喜欢那家咖啡馆里的咖啡而已。反倒是你，出了名的拜金，朝三暮四不说，现在又跑过来立牌坊，我真理解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你呀，严谨，
我们不是找你来吵架的。但你这么说太让我失望了。小宝，咱们走。严谨，我今儿来就问你一句话：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咱俩能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100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渣男！那天回来的路上，车里异常的安静。我听着风的声音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和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突然释怀了。严谨这一夜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不带任何留恋的翻过去了。我的生活可以就此回归平静，一切都回归到严谨出现前的那种有点无聊的平静。你慢用。小雨，马上要期末考试了，准备怎么样？肯定没问题。那加油啊！今天没事，早点回家吧。好。同志，过来走！同志，你们干嘛？给我砸！住手！小雨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不要再纠缠在一起，否则你这店就不要开了。小雨，没事吧？啊，小辉，你没事吧？那伙人一冲进来就开始打砸，那个领头的还把我姐压到桌子上，想欺负她。是你把那些人赶跑的？啊，是。当时我一看店都被砸了，我一着急我就冲进来，可能下手有点狠。前后一共2、3分钟吧，那伙人就跑了，具体我也没看清楚。那你们先去医院，完事之后来派出所做笔录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找谁啊？
们没坐没站，跟你说话呢，我们没坐没站。老黄，季乔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到底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办公室。季乔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在这儿给我撒什么泼啊？你怎么不问问他对我做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咖啡馆被砸了呀？钱要钱哈，我有，我这张卡里有50万，够你那个破店来。我从头到尾都不认识你这个人渣。拜托你管好你的女人，别让她再来找我麻烦。我季小欧不是吃素长大的，再有下次，我跟她玩命！欢迎啊！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他妈嚷嚷什么？滚！让开！这屋给我砸成这样，连个交代都没有，往哪儿走？算了算了，你也是，好端端的打个女人干什么呀？瞧你点出息。刘伟，放他走吧，咱不是还有事儿呢吗？看看，这不是打红了吗？拿个冰袋来。那天是我人生中最耻辱的一天，那些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愚昧回忆，就像似水流年一样被彻底粉碎了。我在心里大声地告诉自己：纪晓欧，你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燕景这个混蛋。5年的心血，在几分钟内付之东流。一个人坐在废墟里，我想起了很多事儿。想起小时候在这间屋子里和奶奶度过的时光，想起奶奶去世前曾对我说：“小欧，你记着，什么时候都不要轻易绝望，在痛苦中要忍耐，在患难中要喜乐。”
这幸亏啊，就是点皮外伤，再观察观察，没什么事儿就能出院了。姐，你真把那个小美人的办公室给砸了？嗯，砸得好，砸得大快人心。小欧，你心情我能理解，你咋能一个人去呢？你知道那女的背后有什么背景吗？真要出个三长两短，你让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呀？啊？姐，店没了可以重新再来，没必要伤害自己，犯不着，真的。昨天晚上我检查过，咖啡机没坏，我从国外带回来那些饰品也都还在，桌椅板凳修修还能用，咱们只需要把店里装一下就行了。正好我也看腻了之前的风格，咱们正好变变样子。对，只要人没事儿，其他事儿都是小事儿。我相信啊，只要咱们齐心协力，用不了多久，40流年就可以重新开业了。可以现在的基础，重新装修加上添置新物件，至少得花30万。我这2年都白干了。要我说，昨天就应该拿着严谨那卡。从今往后，你们都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。那些流氓不都被抓起来了吗？就应该他们赔。再说了，那些钱是那个贱女人的，脏钱你也敢要？哎呀，好了，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何况啊，小欧不是把他们地儿也砸了吗？这事儿要是走法律程序啊，且耗着呢。况且那几个流氓，他不会轻而易举招出来是小美人派他们来的，顶多关几天就把他放了。咱要真要跟他死磕呀，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。老冯说的对，钱嘛，凑一凑就出来了。我这还有一点钱，实在不够的话，我卖2个包。谁让我之前老从店里拿钱去买包，就算是有借有还。小欧，我手头上有几万块钱，暂时也没用，你先应急。那是你给乐乐攒的救命钱，我不能要。乐乐现在情况不是挺稳定的吗？你先应急。如果有什么急事儿，我再跟你要呗。不行，前段时间不是说工作出了问题吗？这钱我不能要。你放心，我和乐乐不会饿死的。姐，我这张卡里也有不到10万，你先拿去用吧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跟冯大哥一样，给我妈攒的医药费，还有我打算出国留学的钱，全是我这几年的奖学金和打工挣来的。这钱一时半会儿用不上，先借给姐姐周转。你的钱我说什么都不能要。姐，听我说，这段时间你帮了我太多，季伯伯还一直免费给我妈送药，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。现在终于有机会报答你，这钱你一定要收下，咱们是一家人啊。等店里恢复营业，再还给我也不迟啊。或者我拿这些钱入个股，以后我也算是40流年的小股东了。你们的心意我通通都收下了，客套话不说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似水流年重新开起来。干杯！干杯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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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先往这儿扫。大家来喝咖啡。不能再打一些折扣了吗？好，那我再考虑一下，谢谢。
姐，我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个正在搞促销的装修公司，15万就能搞定。真的呀？我把他们公司的宣传画册、报价和合同表都拿来了，你看看吧。价格真的不贵耶。那个公司专门有个部门是针对大学生毕业创业的，有优惠。我给他们说咱们开咖啡馆，使劲跟他砍了价才拟了这个合同。姐，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现在就可以签约，明天就能开工。小雨，你真是太棒了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田里人都知道似水流年被砸，你妈妈我还不能过来看看了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坐。你就是战宇。是，赵阿姨好。战宇啊，这几天你一直在。小欧姐这儿离不了人，我就请了假，在这儿帮她的忙。啊，辛苦了。没事，都是应该的。谢谢你，战宇啊，帮了小欧那么多忙。不过总请假耽误了学业可不好，还是早点回学校吧。阿姨说的对，我是该回去了。姐，刚好晚上我有排练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再过来。好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哎啊，再见啊！注意安全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小欧啊，你妈给你熬的汤，补你身体啊。谢谢妈。你和这个战宇最好保持距离，孤男寡女搂搂抱抱的，不怕外人看了说闲话呀？你接下来什么计划？继续开咖啡馆啊？还开？你这个店被人黑了，被搞破坏的事儿都传遍了，说什么都有，你还想继续丢人啊？是吗？我现在出门都被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的，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？他们都说什么了？有人说你招惹了道上的人，还有人说你做了小三儿，被原配报复了。你跟妈妈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妈，我就一句话，没有的事儿。世上就没有空穴来风的事儿。上次去家里那个严谨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他，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你不认识他？你不认识他，为什么把他带回家？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呀？妈，你就记住，我季小欧从来没有干对不起你们和对不起我自己的事儿。好，只要你跟严谨断干净了，我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不说。咱们接下来说说你的未来。既然这个店已经被砸，咱就顺手把它租出去，1年赚的租金都比你开店赚得多。你呢，回去踏踏实实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然后你再找一个好男人一嫁，我和你爸从今往后都不管你了。这个地方是奶奶留给我的，我是绝对不会租出去。我不仅要把似水流年重新开起来，我还要让它比以前更红火。你要活活把我气死是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不杀人不放火，我合法做点生意，我怎么就气到您了？您要是看不惯我这个女儿，您可以再生一个或者去捡一个，让她按照你的想法去活，我绝对没有意见。老季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女儿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小欧啊，我和你妈看你好好的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咱们先走了啊，来，我们先走啊。哎呀，别拉着我，下回再说了。小欧，这里面有你爱吃的点心啊。都病成这样了，还有力气哭？为了个渣男，何必呢？按我来说呀，你就不应该瞒着我跟那个男的好。那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他是认真的呀。
他还飞来迪拜跟我约会呢，谁知道他有老婆孩子呀？你说这年头，找个靠谱的男人怎么这么难啊？谁啊？不会是他老婆找上门了吧？冯大哥，哎，小欧，哎，我让冯大哥给你把我些汤送过来。冯大哥来了，啊，怎么样？退烧了吧，小凤？好多了，谢谢冯大哥大老远跑一趟。小欧说你病了，我就买了一只鸡，煲了一汤。哎，你俩多喝点。哎，冯大哥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吃了，我跟乐乐在家已经吃过了，你们吃。我家是有点乱啊。何止是乱呀，你搬下来就没有干净过。冯大哥，你别动了，一会儿我自己来收拾吧。没事儿，顺手啊。你们吃。嗯。哎，我怎么又哭了呀？我好久都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汤了。至于吗？好喝就多喝点。嗯。战宇最近对你越来越关心了啊！他是关心所有人。我这还装呢，战宇也是男人，平白无故的，干嘛为你付出那么多？是因为之前我也帮了他很多。再说，战宇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。哎，你赶紧帮我找下清单上的东西，咱们结了账赶紧回去帮忙。忘掉一个人最快的方法呢，就是迅速的开展一段新感情。哎，您好，请问一下这个牌子电源开关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请往那边走。啊，谢谢。我觉得战宇这小伙子挺好的，说长得又帅又有才华，虽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但你不是也不介意吗？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你脑子里除了男欢女爱，是不是就没点别的事儿了？战宇他就是我弟。你们俩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算什么姐弟啊？他喜欢你，你真不知道啊？难道你还放不下严谨？你能不能别再提这个人的名字啊？你要是真放下了，还怕我提他呀？我已经够烦了，你就别再叨叨我了。你倒先找一个呀！我找到了，上次星盘说的那个男人已经出现了。哼，早看出来了。看出什么了？前几天让冯大哥给你送饭，是不是送出感情了？是送出事儿了，送出大事儿。你们俩不会已经……冯大哥是那种人吗？是我喜欢上冯大哥了，我要追他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哎。其实，我对冯大哥一直挺有好感的。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，乐乐身体不好，他还这么积极向上，为人善良。上次陪你去找严谨算账，他还替我出头。当时我就觉得他特爷们儿。这几天他一直在照顾我，还帮我收拾屋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好像有了他忙忙叨叨的身影，我那个冷冷清清的房子才像个家。你不是随便说说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这次是认真的。
我已经不是小姑娘了，该要什么，我自己知道。可是冯大哥跟你之前那些男朋友情况都不太一样，经济条件一般，你要是跟他在一起，未来会有很多困难，你能承受得起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我看上的是冯大哥这个人，只要我决定跟他在一起，我就能接受他所有的一切。而且冯大哥之前跟我聊过，他说他想开一家卤味店，但是他现在没有多少本金。我有啊，只要我改掉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，把这些钱省下来，不出2年，应该就能帮他把店开起来。只要店开起来了，凭冯大哥的手艺，生意肯定红火。到时候乐乐医药费也不用愁了。你能看上老冯呀？表明你这个脑袋瓜子还算清醒。那你说他能看上我吗？他会不会因为我以前那些事儿讨厌我呀？他要真讨厌你，何必答应我来照顾你啊？也是。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追啊？你跟他那么好，赶紧给我支支招。我觉得只要拿出真心就行了。但是你看看冯大哥平时那么简朴，就你这辣妹的穿衣风格，加上这大浓妆得变变。哦，最关键的是要对乐乐好。行。那以后我这些化妆品啊、包啊、衣服啊都归你了，我换你那些衣服穿。这么决绝？我得学会省钱持家。我可丑话说在前面，你敢伤了冯大哥的感情，咱们俩有劲。先追上再说。冯大哥，哎，喝口水吧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小冯，你今天挺不一样的。开饭啦！吃饭了，吃饭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各位。冯大哥，辛苦了。好，吃饭。来，小雨。小雨，走。累吗？还好。哎呀，上午运动还挺多的啊。确实。冯大哥的，找的，谢谢。你的，谢谢。哎，我这份怎么比你们那个多一份肉啊？你这2天干的活最多，太辛苦了，我特意多给你点了一份肉。潘大哥，啊？脖子疼啊？没事。我给你按按吧。不用，你吃你的。没事儿。不是小芳。哎，是这儿疼吗？小芳，好了，你吃你的，没事儿。小芳，好了。妈，
哟，这新店开张一个客人都没有啊？要不要来一杯？不用。你知道我今天干嘛去了吗？拿你的资料去找人相亲去了。我发现啊，你除了外形还可以，其他没有任何的优势。对我这么高的赞誉啊！哎，这几个是我帮你筛选的，每一个年薪都在50万之上，你自己挑挑看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现在相亲竞争有多激烈吗？都是95后的天地，你一个90后还想挑啊？那我就一辈子单着。那就彻底完了。一个女人不结婚不生孩子，等于白活。妈，你要是再拿那些老掉牙的思想来逼我，我明天就去出家。你去啊，现在寺庙都要研究生，你想出家，人不要你。小欧，你别嫌麻烦啊，妈是为你着想。你年纪又不小了，还这么孤苦伶仃的，连喝酒都没人陪，妈看着心疼。你和那个严谨，你俩之前到底算什么？我们俩就从来没开始过，什么都不算。那你最近的状态怎么这么差呢？比之前跟赵天辉分手之后还要糟糕。你和严谨的事情你不想说，妈也不再问了。但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自暴自弃呀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不就找一个男朋友吗？那些歪瓜裂枣我看不上，要找我自己找。你不是说的气话？您就回家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把人给您带回去。怎么样？不像没人要的水平吧？风采不减当年啊！你别说，这件衣服你穿还挺好看，这牌子特别好，你喜欢穿走。这么大方？这是唯品会买的，现在天天折扣，我准备再买几件。真行。季晓，你说你突然间打扮成这样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不是让我要展开一段新恋情吗？我不得打扮打扮。哎，我们这边哪个酒吧最火，帅哥最多？你带我出去浪浪呗。是不是严谨又刺激你了？我就是不想再像以前活得那么无聊，我想像你一样多出去走走玩玩。好，反正最近学做菜也学累了，今天呢，咱们就喝个酒，好好放松一下。姐今晚就带你飞。方一雅，你就是个鸽子精啊！说了来喝酒，你也不来，
你可真能折腾，都玩好几天了。我今天真有事不陪你了。随便，反正我喊了月月他们。哎，你呀，就是个重色轻友的人。你好，美女。美女。你们干嘛？一个人咯。美女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，我们两个陪你啊。是喽。自作多情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其实我挺喜欢你，咱们去那边玩玩啊，就玩一会儿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就是喝一杯嘛。放开！走了啊！放开！你谁啊你？给我滚！你紧着个屁了！喂，你走。等一下。小雨，怎么是你啊？姐，你喝多了，别再喝了，走，我带你回去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出来放松一下，你能不能别像我妈似的管着我？我要去对面的酒吧。别去了，姐。你别拦我，我就想喝点酒。回似水流年，我陪你喝个够。似水流年多没劲呀！我天天待在那，我都要待吐了。我就想玩一下。正好，你来了，帮姐抄个酒喝。走。纪晓，你还是纪晓鸥吗？我是不是有这么重要吗？就为了一个严姐，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？你这么做不会惩罚任何人，只会让坏人更开心。你别把我看得那么重要，我作不作践自己，坏人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人家快活着呢。没必要这么折磨自己，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你以为你泡夜店、泡男人，能让自己好受吗？不会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这种女人。你这么做只会让自己更痛苦，更厌恶自己。忘了他吧。忘不了。我忘不了，我越想忘记，那些画面就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就是忘不了他，我忘不了他。走，咱们回似水流年。
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一天我不再爱你了。严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利川跟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是男人就说实话。是真的，我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不要走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对不起，小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醒了？几点了？11点多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没事儿。店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今天就躺着休息吧，多喝点水。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呀？战宇送你回来的。就战宇一个人吧？是啊，你昨天晚上又吐又哭的，战宇一宿都没合眼，一直守着你，直到早上起来才给我打的电话。想什么呢？哎，啊，没想什么，我就头有点痛。你刚刚说什么呢？我说战宇可真是个小暖男，昨天一宿没睡陪着你不说，早上起来还给你熬了粥，等到我来了以后，他才放心回学校。这走之前还千叮咛万嘱咐。说真的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考虑战宇啊？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相信？我对战宇真的没有感觉。可你挡不住他对你有啊！你管得了自己的心，管得了战宇的心吗？自从你跟我说了那件事之后，我也觉得战宇对我的好有点过。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找个机会把这话跟他说清楚？人家战宇也没跟你正式表白，你这样两个人都尴尬。我很清楚自己的感觉，战宇这辈子只能当我弟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放不下严谨呗。忙你的去，再睡会儿。死丫头！哎呀！姐，我也不舒服了吧？我来擦，你歇着。哎，我没事儿。小雨，你这2天照顾我都没怎么休息好，今
今天早点下班吧。我不累，今天张鹏不在，这么多活儿你一个人干不完。小雨，这段时间只让你操心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哪儿的话，前段时间你一直操心我和我妈。姐，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想就像现在这样，照顾你一辈子。那怎么行？你还这么年轻，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还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好姑娘，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你要过得好，姐才可以安心。姐不结婚，我也不结婚。你个小屁孩跟姐比什么？我是让你多为自己考虑，听话，早点回家，你妈妈还等着你呢。可你身体还没好，真的不需要我陪你。哎呀，我真的没事儿。那天我是抽风，喝多了说胡话，你别放心里，早点回去吧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你记得晚上要是失眠或者是身体不舒服，就给我打电话。回去注意安全。钱那我走了。啊，小雨，姐，李阿姨情况怎么样了？她现在双侧的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，只能做髋关节的置换手术。那尽快安排手术吧。这样啊，国产的双侧是7万，进口的双侧15万。张宇啊，时间还有，你去想想办法。另外，刚才检查的时候啊，你母亲一直胃疼，我建议你再带她去做个胃镜检查。林美琴患有胃癌，初步判断为初期，幸好发现的比较及时，只要尽快切除癌变部分，再配合化疗，病情应该可以得到控制。需要准备多少费用？手术加化疗费用前期至少需要准备10万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战宇如此无助，他一直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，老天不但不可怜他，反而给他更多的惩罚。不好意思，姐。小雨，你别太难过，这不是还有姐姐吗？你不用担心费用问题，只管照顾好阿姨，这笔钱我来想办法。姐，这不是小数目，我真的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现在你不麻烦我，还能麻烦谁啊？相信我，阿姨一定会没事的。你大概能借我多少呀？行，好，我尽快还你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。
觉得我这个人特别靠谱，以后你的人生准则里一定要加一条：有困难找严谨，准没有错。高医生，李美琴家庭情况比较困难，她儿子还在读大学，这么多年看病已经花光所有积蓄。我这儿凑了12万，能不能先把她安排上手术时间，后续的钱我再尽快补上？李美琴，她的手术时间刚刚已经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？是啊，费用今天一早就交齐了。谁交的啊？他儿子亲自交的。钱哪儿来的？我问你，这么多钱到底哪儿来的？我一个朋友借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工作？联系方式是什么？你不会是问严谨借的吧？姐，你别问了，现在医药费都已经解决了，你就别再为我操心了。这里面有12万，你先拿去还给他，剩下的我会想办法。姐，真不用，你拿着吧。救命要紧，听我的，拿着。谢谢姐。小欧，振宇，怎么样了？手术很顺利，不过还等具体的病理结果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小欧姐，阿姨怎么样了？包给我吧。阿姨疼得厉害，怎么不打镇痛泵啊？我妈嫌镇痛泵太贵，就一直没打。阿姨，这个花不了什么钱，咱们别再让自己受苦了。能顺利手术，已经很感激了。这点疼不算什么。妈，咱医药费够用，你就打吧。够用也得省着花。妈已经够拖累你的了，不能再给你增加负担了。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小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受伤了吗？没事。怎么骑车的？不看路啊？对不起，我刚有点走神。对不起就完了。哎，看见没？你给我蹭的啊？怎么办？我赔你。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补漆就得好几千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哎，先生，你把人撞倒在地，连扶都不扶，起来就张口骂人，你不觉得你有失风度吗？我这车刚买，昨儿刚上的牌，今儿就让他给蹭了。换你能保持风度吗？啥都别说，赶紧拿钱，我有事呢。多少钱我赔给你？拿2000块钱吧。2000，就蹭这么一点，你讹诈呢？就这么一点儿，我要他2000算便宜他了。刚才不是说赔我吗？啊，2000，你拿好了。嘿，兄弟，捡你的钱吧。他刚才明明在讹你，你干嘛给他呀？他不是觉得我没钱吗？我堵住他的嘴。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犯得着跟这种人较劲吗？好了，别不开心了。阿姨今天出结果，咱们开心点。我就说没大事吧，花了2周就可以出院了。小欧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还有你妈妈，老是给我们做饭，
太感谢了，阿姨，咱们就别说客套话。不是客套话，你一个人也不容易，还得照顾我们母子俩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就算我有个亲生女儿，战宇有个亲姐姐，也未见得有你对我们这么好。阿姨，我早把你和战宇当成自己的亲人了。战宇能有你这样的姐姐，就算是那天我走了，我也放心了。阿姨，咱们别说这种话，咱们熬过了这一关，再把关节换好了，往后都是好日子。给。哎呀，这以前连针线活都不会的方大小姐，居然在织毛衣，真是奇迹。那我织的毛衣，方大哥肯定穿着好看。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时间关心你。你和冯大哥现在什么情况了？挺好的。冯大哥答应了？那倒没有，只能说他现在不再拒绝我了。这么久的人都还没拿下，这搁你以前早就拂袖走人了。他说，自从乐乐生了病以后，他就没想着再找个伴儿，他怕拖累人家。可他越这样，我就越不想放弃。你说像冯大哥这样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上哪里去找？这次说什么，我也会坚持到底的。哎呀，看着我姐妹如此执着的份上，我挺你。你说，咱们这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了，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？我哪有时间考虑这些呀？我现在就想着怎么帮战宇尽快的把他剩下的钱还给那个人。我不想欠这种人钱，一天都不想。我说纪晓雯，你怎么这么倔呀？严吉本来就欠你的，就算这8万块钱战宇不还给他，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就算80万，在他眼里也不叫钱。可是你别可是了，你看你现在天天在店里这么忙，你还有功夫想这些，你累不累呀？要我说呀，这钱就先欠着，什么时候等李阿姨的病彻底治好了再说。你就听我的啊。加上我那3万，还差多少？5万，还差5万。哎呀，我可真是没辙了。这战宇就没有别的亲戚朋友了？他有个姑姑，父母离婚之后就没有来往。没事儿，还有时间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小雨，你怎么没在医院啊？我妈今天状态不错，我就来店里看看。你好，点单吗？加一块蓝莓蛋糕。好，你稍等。圆圆，2号桌加一块蓝莓蛋糕。好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笑容了。姐，周4是你生日，我想请你吃个晚饭。哎，不用了，你还去医院照看你妈妈呢。吃个饭能花多长时间呀？人家战宇诚心实意邀请你，你就去吧。是啊，姐，这段时间我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你就给我个机会感谢你。那好吧，你请客我买单，心意到了就成。不行，必须我请。战宇，你就破费一次，请你姐吃点好的。行，那我选好地方再提前通知你。
哇，红烧鱼来了。小欧辛苦了，今天是小欧生日啊，我们来祝小欧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天天开心，赶紧找个男朋友。小欧辛苦啊，烧那么多菜。辛苦的是你们俩，我亲爱的老爸老妈。最近啊，为了战宇的事情，忙里忙外，操碎了心。作为战宇的姐姐，我得好好孝敬二老。哎呀，说的我啊，好像多了一个儿子似的。你就是多了个儿子。您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认战宇当干儿子吧。哎，我看行啊。你妈想当初啊，就想要个儿子，这回算是攀上了。这一个女儿就够我操心的了。小啊，这个鱼味道不错啊。我跟冯大哥学的。哦。哎，小蛙，你准备帮他们母子俩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想再让我帮他吗？你乐善好施是好事，但你现在自己还一脑门的官司呢，有时间是不是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？虽然战宇和他妈妈都是知恩图报的人，但是你不是富二代啊，你能接济他们一辈子吗？战宇啊，他总有毕业工作的一天，我相信啊，他一定能撑起这个家。万一他找不到好工作呢？战宇的琴拉得这么好，再找不到工作，那天理何在呀？虽然说现在音乐圈是不太好混，但他可以当老师啊。培训班有多贵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只要战宇努力，一定可以的。如果他出国进修，到时候他妈妈谁来照顾啊？交给你吗？哎呀，他妈妈只要做完手术就可以站起来了，那战宇出国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小欧分析的对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就别操心啦。我是担心他，想给他提个醒，但愿战宇啊像你们说的这样。来吃鱼，多吃点。这刚落地就跑我这来了，你去找冯大哥啊？这不是赶来给你送生日礼物吗？生日快乐啊，我的妞！祝你这只大鸟越飞越高。好漂亮的杯子呀！谢谢我的方大小姐。哎，今天晚上战宇不是要请你吃饭吗？怎么还没走啊？哦，他刚刚给我发了个微信，说学校临时有事，让我晚点再出发。那你赶紧上楼捯饬捯饬，这儿我盯着。我吃个饭捯饬什么呀？人家战宇请你吃饭，你好歹穿得好看一点吧。我这身不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走，上楼我给你捯饬捯饬。不用了，我还忙着呢。我吃个饭为什么要穿那么隆重啊？你真觉得战宇今天就是给你过个生日这么简单吗？不然呢？我的第六感，战宇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动作。你的第六感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老冯能把你收了？别转移话题。如果今天晚上战宇跟你表白，你怎么办？我只能把话明明白白跟他讲清楚。你真的不给小鲜肉一点机会吗 ？No。我都替战宇感到心痛。赶紧换衣服去吧。请问您有预定吗？哦，有的，好像是战先生订的位置。啊，里面请。姐，这边。谢谢。小雨，
你怎么挑这么贵的地方呀？现在你钱包里面钱收手是吧？今天姐过生日，当然得来一个好点的地方。但你也不用挑这种地方呀。你好，先生，这是您点的红酒，请您看一下。您的鳕鱼沙拉，请慢用。请慢用。这个李阿姨马上要化疗了，后面还有关节置换手术，没有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我要知道你要选这么贵的地方，我就不会来。姐，你别急，听我说，我早就计划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带你到这儿来吃饭了。这顿饭1分钱都没花，是我在这里兼职1个月，拿钱换来的。我妈手术这段时间，你一直为我们操心劳神的。你过生日，我理应当请你吃顿饭表示感谢。所以，今天就不要考虑钱的事了，跟我一起共享这顿美好的晚餐，好吗？臭小子，就这么一次啊，下不为例。遵命。果然还是贵的酒好喝。姐喜欢就多喝点。怎么不接呀？骚扰电话。姐，你吃点这个面包。谁啊？哦，就一个朋友，我去接个电话，顺便去趟洗手间。找我干嘛？佳宇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有重要的事儿找佳宇，我必须要见他。我告诉你，严谨，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了。在接这通电话之前，我很不争气地对严谨抱有一丝幻想，心想也许他还记得我的生日，但事实证明，我想多了。Hurry, my lover, I'm still waiting for you. Let us arrive at sun. Reading our letters.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没有，就店里面一些琐碎的小事儿。咱们开始吃吧。来，小雨，姐敬你一个，谢谢你那么用心的给我过生日。生日快乐。Close my eyes and sing the echo of your name here. Let me tell you a lie, I'm not loving you. There was some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n. I wish I can stay in your arms till the end of time. I can't stop loving you. I can't stop loving you, my love.姐。
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小娥姐！谢谢。快许个愿吧。小雨，我还给你准备个礼物。这些照片是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拍的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怎么会？开心都来不及。那这礼物你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谢谢小雨。姐，我有句重要的话想对你说。小雨，你别急，你听我说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姐姐就像阳光一样耀眼。即使我闭上眼，我也能够看到你，感受到你的温度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将来你一定要嫁一个好人，因为你永远都是我心中最美的太阳女神。小雨，你也是我心中的那一缕光，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嗯。这么特别的礼物，一定要照张相。我们俩一起照一张。嗯。笑一个。来，你拿着。跟我出来。姐，你先拿着。我让你给我出来！打起来了！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让开！别碰小娥姐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小雨，你没事吧？你有病啊！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他该打，我今儿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你敢？严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小雨才是我珍惜的人。你再敢动他，我跟你没完！纪晓，你不要再被他给骗了，他不是你想象那种人，他就是个人渣。我是人渣，你是什么？你不就是个富二代吗？你在外边呼风唤雨，靠的还不是你们家？你牛什么呀你？走！哎，小姐，您可不能走，您得赔偿我们的损失。谁打了早谁赔。哎，小姐，您可不能走，您看您朋友打成什么样了，我跟他们可说不清楚，还有餐费没结呢吗？我弟不是他已经结了吗？他说用完餐之后结。你给我让开！你要打死他！他就是个害人害己的畜生，他活该！你问他干了什么好事儿？姐，你别管我，你先走。振宇，你如果还算是个男人，就敢做敢当，
把你的真面目给纪晓鸥看看。小雨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姐，毁了你的生日。你和严谨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大事。我明天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小雨，小雨，你在吗？你在的话，开门啊！来，大家好，谢谢。李阿姨，哎，啊，小欧来了，这几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能吃能睡。就是腿不好，下不了床。啊，这是小雨特意给我请的护工，他最近学校里边忙，所以你呀也不用总往医院跑，安心忙你的啊。小雨她一直没来看你吗？他们学校年底有演出，最近就忙着排练的事儿。大姐，她请你来照顾几天啊？给了我1周的工钱，说到时候再连线。那这个给我吧，谢谢。喂，小雨，你在哪儿？你好，你是战宇的姐姐吧？是。我是人民医院的护士，战宇现在在急救病房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小雨在医院。哎，这儿。你是病人家属吗？我是他姐。不用太担心，大部分是软组织挫伤，只是左手的食指有严重骨裂。现在昏迷的原因呢，是因为轻微脑震荡，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这我们不清楚，是他自己跑到急诊来的，一进门就晕倒了。哦，这是他的手机，你收好。谢谢。谢谢啊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肯定是严谨打的。严谨？我之前问他战宇在哪，他还说不知道。可他连衣服都没换过，肯定是严谨那个混蛋。小欧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等他醒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别急啊。小雨，姐，医生，麻烦你来看一下。傻孩子，还疼吗？目前看来没什么大问题，再观察1晚上，可以回家休息了。谢谢医生。小欧，粥好了。
冯大哥，乐乐还一个人在家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这一个人行吗？没问题。谢谢冯大哥。别客气，好好养伤啊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小姐，哎，你手还有伤呢，我喂你。姐，嗯，我妈她……你妈挺好的，已经开始化疗了。我跟她说你去外地演出了，回去就去看她。小雨，你别担心，医生说了，没伤到骨头，一定会恢复的。小雨，姐，我想呼水。好，你等着。小欧，你问过战宇到底怎么回事吗？我想问他，但是我总觉得他在回避什么，还是等他伤好了再说吧。如果战宇真是被严谨打伤的，我跟他没完。那你还是觉得这事儿跟严谨有关？那天他当着我的面就打了战宇，小雨从那天起就没有换过衣服，那还能是谁干的呀？小欧，以我对严谨的了解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人，他敢当着面打人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没准儿战宇在外面真的惹什么祸了。不可能，战宇天天不是在学校、医院，就是在我这儿，他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？小欧，你是把人真的想得太好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忘了小雨之前骗过你的钱，你也见过他打架的样子，你能说这不是战宇吗？那我点到为止，你等他好一点，好好跟他谈谈。别烧，行行，别烧，别烧，行行行，哎，行行行，哎呀行，别烧，别烧，别烧，行行，别烧，别烧，小雨，是我做噩梦了是吧？没事，有姐在啊。